大家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配置。这配置的亮点是在外置的 PCIe 的网卡上，802.11AC 的。这个 LGA 1151的英特尔 i5 CPU 玩游戏是足够了，而且它是可超频的。虽然它多核的性能现在比不上 AMD 的，但是玩游戏的话单屏肯定行。配上了败家之眼的 Z390 主板，这个是海盗船的 RM750 电源，非常亮的3200 2×16GB，一共32GB 的这个内存。现在打游戏，其实除了以前的瓶颈是那个硬盘，但是现在的硬盘呢，基本上大家都用这种了。你看，NVMe 这读写速度得上1500，读速度1500啊，写不一定有啊。这个兆币每秒，所以现在瓶颈其实是出现在这个地方了。内存用上3200G 的，或者是更高的，打起这个吃鸡来比较爽。显卡是2060的 G 加这个 Super，带光追8G， 非常的爽。这个光追的最主要能看到的这个镜面反射的效果呢，比较节约 GPU 的资源。简单一个例子来说，以前你看到人光头是光头，但是现在你看人家光头还能看到光头上面的反光了。这个一句话直白说一下光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装这台机器。是一台 Crewmaster 的 ATX 大版的机箱，这有个说明，首先把它拉上来，再把它抽出来。看一下啊，拉上来再抽出来，不错，一个亚克力板，非常的高大，放在我的 Zelda 的 Switch 包包里面。当然了 ，Switch 拿出来了，我觉得这个包放东西不错，安全稳固。首先，它在这边上有做了一个电源的保护盒。第一步是把这个壳子套在这上面，注意这个风扇的方向一定是往外吹的，放回去。装完电源之后，我们下一步开始装这个败家之眼 Z390H 主板。这块主板做工非常的漂亮。如果是这个英特尔的1151的，就是我们现在主流的这个接口的话，我们首先呢是要把这双面胶粘上。比较长的 M3 找到3、4。OK， 现在我们发现上完了这块主板以后，可以上这个风扇了。这是一颗i5的9600KF CPU， 3.7G 赫兹的基础频率。那我们把这个角和这边有一个箭头对上，非常小心的对上。对上之后呢，轻轻的把它盖回去。好的 ，OK。下一步就是把它对着这个沿压下去。我把它稍微调整高了一点点，然后呢再把它压下去。OK， 我们现在这个水桶已经装好了。在装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先装这个底下的螺丝对应的孔位，
装好了之后，再上主板，然后呢装 CPU，再装这个水冷这个帽，最后呢装这个散热风扇。注意一下它的顺序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最后再插这个线。还有注意一点，就是有个小技巧，就这根线呢，一定要在放这风扇的时候对好它的位，省得回头等你装好了，哎呦发现线不够长，麻烦了，重新拆掉，重新装。OK， 好，下一个我们 CPU 装完了，我们下一个装内存和显卡。OK， 插好，装好了，也连上了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开机。还是没通电，再试试。开机，现在点亮了，看看显示器。大家来再欣赏一下这个机器啊，它有一个无线网卡，技嘉的 RTX 2070，哇，是比较爽的，120的水冷，再加上2条炫酷的32G 内存，非常的不错。它这个光不会造成光污染，你看拿远一点看，其实它没有什么光污染。前面板是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磁铁吸上去的，上面有一块。960、970、500G 的 NVMe M2，硬盘，一切都是很完美。如果你们以为本期视频就这样结束的话，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。最后我在点亮这个主机的时候，发现机器都在点，但是显示器不显。然后呢，最后给我排查错误，就排查到如图是这个后面的挡板把显卡的那个 HDMI 口给挡住了。我用了一个小小的延长棒才使劲插进去，才最后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了，如果是 DP 口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最后还是希望我们大家国货把这个质量做更稳定一些。小细节向日本人学习，谢谢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，请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哔哩哔哩和优酷关注